深夜，阴森恐怖的天牢内，被吊起的瘦弱女子强忍着充斥口中的血腥气，咬着早已经血肉模糊的嘴唇，又生生挨下呼啸而至的皮鞭。他娘的，这小娘们还真挺抗揍！大春哥，再这么折腾下去，能行吗？好歹她也是宋将军的女儿。就说你这个小子是个怂包，这娘们儿可是当街刺杀大皇子的刺客，宋将军如今还自顾不暇呢。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还是大哥看得通透。大哥，反正他横竖都是死，不如让小弟快活快活。矮个儿狱卒急切地上前，抓着女子那破破烂烂的衣领往下一撕。不要，滚开！只听见大门啷当一声，一个穿着狱卒衣服的中年男人骂骂咧咧地走进来。谁的人都敢动？李老二，你他娘的脑袋里都是屎尿不成？老头，这女人嘴硬得很，这不就想换个法子，看看能不能撬开她的嘴。放你娘个屁！有人来探监了。为首之人是个年轻男子，面若冠玉，身形修长。是二皇子。牢头急忙领着另外二人跪地迎接。二皇子身份尊贵，怎可到此等污秽之地？您若是有什么事情，召奴才们过去询问便是。无妨，审讯案犯是大事，何来污秽之说？里面那位与本王的王妃是姐妹关系，今日前来是想要与妹子做个告别，相信几位可以理解这份姐妹情深，不会出去乱说吧？王妃重情重义，实在令奴才们敬佩。二皇子放心，奴才们今日什么都没看到。你带着人起先退下吧，有事儿本王再唤你。牢头连连称是。宋楚衍让护卫在外面等候，自己扶着娇小女子进入审讯室内。你来了，他们什么都问不出来。我一直守着我们的约定。宋楚衍望着那张遍布伤痕的脸，眼底闪过嫌恶，皱皱眉毛没说话。四妹对我的夫君还真是情深意重啊，做姐姐的又该怎么感谢你呢？你怎么也来了？虽说我们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但我好歹也是你的三姐姐。如今我冒着天大的风险来探望你这个刺杀皇子的刺客，四妹应该感动才是。不要再虚情假意，你不过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待我这次出去，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出去？都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想着出去？你可是当众刺杀大皇子的刺客，罪证齐全，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还能出去？远哥哥说的，万一此事不成，他定然会想法子救我出去。痴情到你这个份儿上，也够令人感动了。莫冬雪，若不是你有些利用价值，就凭你这种低贱身份，又怎能入得了殿下的眼？本来还想借着你的手除掉大皇子，谁知你这么没用。你闭嘴！你胡说！远哥哥，你告诉我，这个疯女人都是在胡说八道，她说的都是假的，对不对？殿下，如今看来，只有您亲自开口，才能绝了这贱女人的念想了。冬雪，本王也知你一片痴心，但此次事件关系甚大，皇兄那边已经怀疑到本王头上，若你忠心本王，就自行了断吧。你竟然要我死！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宋楚衍抿紧薄唇，没有回应。原来从头到尾，我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别废话了，你若不想受罪，便自行了断。杀我灭口，你们就不怕此事被捅出去？大皇子生性多疑，不可能不追查到底。放心，不管你怎么死的，最后都会落个畏罪自杀的名头。不，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就算我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来人，来人！我要招供，是二皇子指派我刺杀大皇子的。他疯了，快动手，别让他出声。宋楚衍咬咬牙，挥手将守在外面的2名护卫招进来。你们尽量少让他受些罪。二人点头领命，一人捂住妻子，一人举起匕首，
狠狠刺进他心脏处。灯火通明的府邸内，一身红袍的邪魅男人斜躺在软榻上。宋楚眼行动了，回主子，属下亲眼看见二皇子带着人进了天牢。看来本王那位二弟已经沉不住气了。男人修长手指扶上隐隐作痛的胸口，眼前浮现那张狠厉的清秀小脸儿。能伤了本王的人还真是不多，可惜那位四小姐了。告诉下面的人开始行动，本王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莫冬雪费力地睁开眼，只感觉脑袋就好似被石头砸过一般，好疼！四小姐，您醒了。刘嬷嬷，这人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老嬷嬷，只是他不是在2年前病故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老奴。四小姐，您可是觉得哪里不舒服？刘嬷嬷，您怎么会在这里？莫不是您特意等着我的？也好。阴曹地府黄泉路上，咱们也算有个伴。呸！什么阴曹地府，什么黄泉路的？这里可是将军府。老妇满眼心疼地摸上小人额头。果然还是有些发热，怪不得小姐都烧糊涂了。老奴还是赶紧请郎中过来瞧瞧。将军府，莫冬雪皱起眉，后知后觉发现这确实是自己的房间。刘嬷嬷，我还活着。四小姐怎么还说这丧气话？您福泽深厚，且得活着呢。老奴再清楚不过，就算您和三小姐之间有矛盾，也断然不会故意将三小姐推下水的。将军对您那般质疑，也是受了大夫人和三小姐的蛊惑。只要您将话好好说清楚，又怎会着了那母女的道？将军的心也是够狠的，竟然抽了你那么多鞭子。莫冬雪越听越不对劲儿，刘嬷嬷口中的三小姐就是莫秋霜。刘嬷嬷说的这些她也记得，她记得3年前的端午节，莫秋霜自己跳入水中后栽赃嫁祸给她，而她那个将军爹不由分说用马鞭狠狠抽了她一顿。若不是他有功夫内力傍身，小命儿都得去一半。我怎会在这里？已经病死的刘嬷嬷为什么会出现？3年前的事情又怎会再次发生？难不成……一个念头划过莫冬雪脑海，她猛地坐起身。刘嬷嬷，现在是什么年份？小姐，现在是康乐14年啊。康乐正是当今皇帝的封号，而他被那对狗男女合谋害死的时候，已经是康乐17年。也就是说，他莫冬雪死而复生不说，而且重新回到了3年前。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宋楚野，莫秋霜，既然老天都让我死而复生，你们这辈子就别想好过，那些痛苦我定然要加倍奉还。四小姐，您到底怎么了？刘嬷嬷，您别担心，我现在不但没事儿，还从未觉得这般好过。刘嬷嬷，帮我取面镜子来。刘嬷嬷照办，举起铜镜，细细打量上面印出的小人儿，里面女子确实是她3年前的稚嫩模样。四小姐，四小姐，您醒了，我已无事，这几日也劳烦你了。都怪翠儿，说那个时候翠儿没返回去拿衣服，而是跟在小姐身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小姐，请您责罚奴婢吧。说的倒也是实情，若非你当时非要带着我去湖边散心，也不会遇到莫秋霜。若不是知道你的为人，本小姐定然会怀疑一切都是你们串通好的。四小姐，您可不能冤枉奴婢啊！奴婢对小姐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的。瞧瞧你这胆子啊！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示意一旁的刘嬷嬷将人扶起。我自然是相信你的，要不然也不会留你在身边，这么紧张做甚？啊，对了，奴婢去厨房取药的时候，听说大皇子和二皇子一会儿要来咱们府上，老爷院子里的人现在正收拾着呢。翠儿，这个时候提什么二皇子？刘嬷嬷，奴婢没想那么多，就是听说三小姐那边得到消息，已经开始盛装打扮了。奴婢就是替小姐生气，三小姐指定是想着赶过去出风头。小姐，二皇子可也过来呢，要不咱们也去看看？
钱氏正是听了这番话，就冒冒失失的跑过去搅和，结果也再一次出尽了洋相。两位皇子身份尊贵，一同前来，指定是与父亲有要事相商。咱们过去太冒失了，可是三小姐也会过去，您就放心，让她和二皇子单独相处嘛。平时只要自己稍微煽风点火，这没头没脑的四小姐便会上钩，但今日的莫冬雪好像有些不正常。翠儿怎么还越说越多了？他们关系如何，又关咱们家小姐什么事儿？刘嬷嬷，翠儿说的也不无道理。帮我更衣，我也赶过去瞧瞧热闹。既然有人费劲巴拉引我入局，若不去，岂不是辜负了人家费尽周章的美意？待收拾妥当，莫冬雪站在铜镜前打量着里面的小人儿，实在太像夫人了，不能让三小姐抢了先。莫冬雪又岂会不知她的小心思，但她这会儿也特别想见到前世害死她的仇人，于是便出发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四妹。四妹莫不是被父亲的鞭子抽转性了不成？我还以为你会穿一辈子死气沉沉的黑色丧服呢。三姐姐说这话欠缺考虑。你说我穿丧服，可是在诅咒家中长辈。莫冬雪走至少女面前驻足，看着前世害死自己的女人。如今家中长辈除了父亲便是你娘，三姐姐认为我那一身丧服是为谁所穿？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赶紧滚！我倒是要问问三姐了，我又该去什么地方？莫冬雪，你放肆！你和你那不要脸的娘一样卑贱，怎么敢同我相提并论？门外隐约传来一阵脚步声。三姐姐演戏演上瘾了是吧？既然如此，我就陪你好好玩玩。滚开！别用你那脏手碰我！四小姐，不是我，是她自己凑上来的。怎么回事？你们姐妹在这里瞎胡闹什么？惊扰了贵客，你们担待得起吗？站在他两侧的正是苍月国两位最得宠的皇子。倒在地上的莫冬雪心中冷笑，刚刚抬眼便对上一双正打量他的漆黑凤眸。宋楚叶在看他，前世的自己就是刺杀此人失败被关进天牢的。让两位皇子看笑话了。莫将军，本王和皇兄这里无妨，你还是赶快看看两位小姐才是。你们两个怎么跑来这里丢人现眼？秋霜，你对冬雪做了什么？不是女儿推的她。都这个时候了，您怎么还睁眼说瞎话呢？你这个老奴才胡说八道！分明是莫冬雪这个不要脸的故意挑衅本小姐。双儿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女儿不是故意的。父亲，您莫要责怪三姐姐了，方才是女儿自己摔倒的，怪不得三姐姐。莫秋霜一脸呆滞地看向他，搞不清楚这人葫芦里面究竟卖的什么药。你自己摔倒的，可方才女儿就是自己摔倒的。今日两位皇子莅临咱们将军府，是莫大的荣幸，莫要让微不足道的琐事给二位殿下留下不好的印象才是。好孩子，年纪虽小，却懂得大局为重，之前是为父受重了。父亲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女儿心里都明白，您是为了我好。好，雪儿这般识大体，为父甚感欣慰啊。转眼在看向另外一个女儿时，眼神也变得越发凌厉。双儿，你太让我失望，还不赶紧回自己的院子里好好反省。父亲，明明是这个小姐，是莫冬雪陷害我的，你怎么能不听青红皂白的向着她呢？孰对孰错，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还想怎么狡辩？还不赶紧退下去！莫秋霜还想再说什么，便被一旁有眼力劲儿的丫鬟给架走了。想必父亲和两位皇子还有要事相商，那女儿就先告退了。经过大门口时，莫冬雪对着俩一直看好戏的皇子屈膝行礼。见过两位殿下。四小姐莫要多礼，好好养好身子才是。谢谢二皇子关心，冬雪先告退了。说罢，不等对面之人再有何反应，便走了。看来并非所有姑娘都吃二弟这一套，万人迷二弟该伤心了。皇兄真是爱开玩笑，在皇兄面前，本王又怎敢托大？若皇兄愿意，别说女子，就怕整个天下也都是皇兄的。有些话可开不得玩笑，若是传出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二弟是在故意给本王扣帽子。皇兄言重了，本王并没有这个意思。如此最好不过了。宋楚叶冷笑一声，迈开长腿率先走了进去。方才那女人对上宋楚眼的眼里分明是憎恶，将军府的这位四小姐有点意思。月上柳梢头之际，莫大将军果然去了小女儿的住处探望。莫冬雪心中知道，他这个将军爹爹其实人不坏，前世只是被居心叵
侧的人蒙蔽了双眼。伤口可重新上药了。女儿让父亲担忧了，已经重新上药了。除此之外，郎中又开了些汤药，相信用不了多久，这点小伤便能痊愈了。为父好像许久未见你笑过了，若是你娘还在，说到底，确实是我辜负了你娘。父亲，其实母亲尚在人世的时候，不止一次说过她与父亲之间的种种过往。女儿能感觉出她对父亲那种深深的爱意。之前确实是女儿不懂事儿，以后女儿会带着母亲对您的那份爱意，好好生活，绝对不会再让父亲伤心难过。好孩子，为父亏欠你和你娘太多太多，以后定然好好弥补。父女亲人之间何来弥补之说？咱们一大家子和和睦睦才是。女儿这几年和师傅学了不少本事，待上好以后一定要和您好好切磋切磋。当初那位大师确实说你是个难得一见的练武苗子，为父也想见识见识你这小丫头片子能厉害到哪儿去，别是夸大其词了。父亲莫要小看人，虎父无犬女，这句话您总该听说过吧？女儿身上可是流着莫大将军的血。哈哈哈哈！小丫头还真他娘的有为父几分气势，这才像我的女儿。父亲哪里是夸女儿呢，分明是在自夸。庆竹园戾气萦绕，满屋子尽是被摔碎的瓷器碎片。母亲，您也听到侧耳传回的消息了，父亲竟然与莫冬雪相谈甚欢，那不要脸的货绝对是故意的，就跟他那个下贱的娘一样会装可怜。父亲莫不是老眼昏花了不成？竟然会真相信？庄儿注意言辞，你父亲岂是你能随意议论的？我这里的东西你也砸得差不多了，心中火气总该能消一些了吧？过来这里坐下。莫秋霜扁扁嘴，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到亲娘身侧。你呀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收一收？若让他知道你如此沉不住气，才真是如了他的仁义。可父亲这次竟然向着莫冬雪，女儿就是心里不平衡。不过是一些小女儿家的争宠手段罢了，你不过受了这么一点挫折便承受不起，以后又能有什么出息？母亲，父亲白日里态度很是严厉，您说他会不会再也不喜欢女儿了？傻丫头，你父亲一直最是疼你，又怎么会同你计较这点小事？娘今晚便给你铺好路，明天你和你爹认个错，此事也就过去了。至于莫冬雪那个丫头，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她。苍月国的初夏，微风和煦，文都城外，本该静谧的树林中，此刻血雨腥风。戴着狰狞面具的黑衣人们训练有素地继续缩小包围圈，将场中稀稀拉拉的几人团团围住。被围住的几名大汉皆是神色严峻，背靠背将一道红色身影紧紧护在中间。竟敢对我们的主子下此毒手，你们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兄弟们，不要听他吓唬人，他们已经中了毒，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只要取了中间那人的手机，咱们就发了。主子，您这次要听属下的，待会儿属下几人会合力主攻那处，就算我等丢了性命，也要帮助主子突围出去。没用的，这些人的目标根本就是本王，就算这会儿突围出去，本王也跑不了多远。兄弟们，一起上，一起取了狗皇子的手机。千钧一发之际，几把飞刀呼啸而至，顿时纷纷中招。怎么回事？宋楚叶几人对于突然出现的状况也是大为惊讶。哪里来的鳖孙，竟敢暗算爷爷的人？不想活了是不是？我爷爷早就入土了，现在只怕烂的骨头渣子都没了。不晓得您又是我哪位爷爷？话音落地，一身黑衣的纤细身影从大树后慢悠悠转了出来，脸上同样戴着个张牙舞爪的鬼怪面具。宋楚叶打量着那道纤细身影，微微眯起眼。主子，他们穿着打扮一样，会不会是一起的？若是同一批人，又何必整这么出幺蛾子？他娘的，衣服颜色撞了也就罢了，竟然还能撞面具！我说你们没事戴个面具装神弄鬼有意思吗？瞧着就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一众黑衣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同时磨牙，这人脑子有病吧？哪里来的疯婆子？谁有空听你在这胡说八道？我且问你，方才可是你暗算我兄弟？这位爷爷，我这点暗算何足挂齿？比起你们方才的卑鄙行径，可是小巫见大巫。你我好歹在选择面具上有着共同审美，看在这点上，本姑娘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趁我还没后悔，赶紧抬着铜板滚蛋！宋楚叶忍不住笑出了声。你笑什么？笑又怎么了？
苟延残喘之人竟敢嘲笑老子，待我把这女人咔嚓了就取你的狗头！审美不错的大哥，咱们也甭跟他废话了。此人虽说不招人待见，但今日我必须保下他。既然您不同意，那咱们就得见见真功夫了。你们也别怕传出去不好听，且一起上吧。家里炖了猪蹄子，我若回去晚了，可就赶不上了。那些黑衣人都不是泛泛之辈，宋楚叶本还担忧女子会吃亏，不曾想手持软剑的女子在包围圈中丝毫不惧，就见那软剑越舞越快，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残影，就像银龙一般围绕着她上下翻飞，左右盘绕，转瞬间便已经伤了几个黑衣人。主子，这女子的功夫绝对能进江湖前10。什么江湖10大高手，不过都是些面子功夫罢了。此女既然能救我等，就表明是友非敌，若能拉拢利用，将来定然极为有用。停下！姑娘武艺高超，我等不是对手。不打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位审美不错的大哥也是为俊杰。看来是老天爷不让我等兄弟发财，在下感谢姑娘手下留情针。首领气喘吁吁的拱拱手，随即招呼未受伤的几人带着伤员走的。这位姑娘，你怎么就这么将人放走了？这些人可都是刺杀我们主子的刺客。这位相貌丑陋的大哥，您若不甘心，大可以自己将人抓回来，跟我嚷嚷什么呢？长这么丑，事儿还挺多。面具下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又瞪了宋楚叶一眼。尊贵无比的大皇子，小女子也算是您的救命恩人了吧？自然是，本王万分感谢姑娘搭救。若姑娘有什么要求，大可以提出来，本王一定尽全力完成。要求自然是有的，不过得容我想想。大皇子记着欠我一条人命就是。姑娘可见过本王？你似乎对本王有意见。殿下拐这么多弯，不就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送您4个字：无可奉告。您就记着我是您的救命恩人就行。地上这些可都是殿下的近身侍卫，死得这么惨，您眼睛都不带眨的。看来坊间关于您的那些传闻果然是真的。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能为本王死，也算死得其所。看来姑娘对本王成见颇深啊。想必本王若问你为何出手相救，你也不会说的。看来也不傻。女子不做留恋，抬腿就走，在经过宋楚叶的瞬间，轻飘飘地吐出3个字：宋楚叶。二皇子宋楚野，好俊俏的轻功。宋楚叶目光灼灼地盯着女子消失的方向，心中巨震。他是告诉自己，刺杀他的幕后之人是他那位好二弟。主子，属下方才发了信号，暗影他们一会儿便会赶来。那个女人用不用属下派人跟着？不必，既然她主动现身，就说明以后还会遇到。那些走掉的刺客，通知暗影截杀，留下2个活口，其余一概不留。动了他的人还想活命，简直是痴心妄想。至于他那位好二弟，总有一日新仇旧账一起算。将军府，莫冬雪裸着上身，任由刘嬷嬷在他的背上涂抹着冰冰凉凉的药膏。四小姐，您方才到底做什么去了？好好的姑娘家，再不好好养着，只怕要落下疤了。也没做什么，就是抽空救了几条人命。莫冬雪心里还在回想着自己各种对宋楚叶的情景，想着想着就乐出了声，真是爽呀。前世的宋楚叶也是在今日被人所伏击，听说当时的他也是被一位云游道长所救，后经太医院全力救治，几经周折才算保下了性命。还救人去了，您就骗老奴吧，反正身子是小姐自个儿的，您若不好好养着，就怕日后连个婆家都寻不到。眼见着所有伤着的地方都涂满了，刘嬷嬷便取过薄被给小人盖上。老奴听说庆竹园那边已经开始给三小姐物色好人家了，夫人这几日可是没少带着三小姐参加各种游会，就是宫里都去了2趟。您与三小姐同龄，今年也有16了，正是许人家的时候。若是嬷嬷，我的好嬷嬷，您快饶了我吧。莫秋霜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咱们还是聊点别的。莫冬雪又岂会不知刘嬷嬷全是为自己着想，但已经死过一次的她根本没有心思再考虑这些。父亲陪皇上到皇陵祈福已有好几日，想着晚上也该回来了。刘嬷嬷且帮我收拾收拾，咱们一会儿去给父亲请安。小姐，将军并未传信，您怎知道将军要回来呀？天
天机不可泄露也。儿子遇刺，皇帝老子怎么可能还顾得上祈福呢？将军脸色瞧起来不太好，可是有何烦心事？还能有什么事儿？指定是大皇子遇刺一事。事关公众，不能多说。果真是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草窝呀，还是自己家里舒服。将军这话可说不得，您这次可是陪着皇上到皇陵祈福，若被有心人传出去，还以为您对皇上有怨言呢。夫人这话严重了，这里有一个算一个，可都是我自家亲人，哪来的外人之说？我就是在家中发发牢骚罢了。2个丫头一转眼也到了许人家的年纪，这次为父可要擦亮眼睛，绝对不能让你们像雨儿一般任性。将军突然提起这事儿，莫不是有人打听双儿，打听咱们家姑娘？就知道瞒不过夫人。是哪家的公子？回来之前，郭尚书特意找了我，话里话外暗示皇上近期有意要为大皇子和二皇子选妃。将军，你是说皇上也有意和咱们结亲家？我听郭尚书的话，确实是有这个意思。毕竟2位皇子年纪也不小了，能入皇家自是荣耀，但以后辛酸又岂止有百般呢？将军，这可是我们府上的无上荣耀，您可不能犹豫。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嫡女，皇子选妃自然要选身份能与之匹配的。莫冬雪身为庶女，根本不可能争过我。现在说这些也为时尚早，此事也不是一时半下能定下的。明日皇后会在宫中设宴，款待朝中官员家中女眷。夫人带着2丫头也去凑凑热闹吧。莫冬雪的嘴角飘起一抹冷笑，很好，风水也该轮流转。第2日后半晌，莫冬雪跟着打扮高贵典雅的母女俩一同进了金碧辉煌的皇宫。皇后娘娘就在凉亭处歇息，孟子嫣带着2人去请安。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荣晋皇后给3人赐座。本宫之前就见过双儿这孩子，无论相貌还是品行，都是1等1的好。殊不知府中还藏着另一位娇滴滴的小姐，将军府养出来的姑娘，果不其然都是极好的。是皇后娘娘抬爱了，他们与几位公主可差得远呢。你们2个丫头还不赶快叩谢娘娘谬赞？秋霜，谢娘娘夸奖，娘娘才是倾国倾城母仪天下，我等在娘娘面前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双儿这张小嘴儿就是会逗本宫开心。夫人教导有方，也不知哪位青年才俊能配得上我们如此优秀的双儿。莫秋霜小脸微红，更显美艳动人。娘娘可别再夸她了，再夸她可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不过这孩子确实从小就懂事体贴，家中姐妹几个，我家将军最喜欢的就是她。甚好甚好，本宫也喜欢这孩子。小辈儿们都在南侧花园游玩，你们俩姊妹也过去吧，省得在这里待着拘束。 2人又行礼谢恩，跟着引路的宫女走了。这位4小姐性子好像挺文静的，让娘娘见笑了。雪儿这孩子性子确实沉闷一些，就是平素在家中也甚少与人交流。说起来也怪我这个做嫡母的照顾不周。夫人做得足够好了，不必自责。南方进贡了一批锦鲤，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夫人且陪本宫去池塘看看吧。孟子嫣求之不得，自然应允。南花园内花团锦簇，香气缭绕，数十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妙龄少女凑在一起，说不上是花更娇，还是人更美。莫冬雪实在不想闻那些快要熏死人的脂粉气，找了个不起眼的凉亭假寐。一时刚有些朦朦胧胧，就听见不远处响起参差不齐的脚步声。我说这里怎么总有一股子臭味？原来是4小姐在呢，那就怪不得了。方才说话之人是站在莫秋霜左边的粉裙姑娘，莫冬雪认识她，此人是礼部侍郎家的千金，名唤金巧巧，与莫秋霜素来交好。4小姐怎么不说话？可是知道自己口中更是恶臭，害怕熏着人。金小姐莫不是吃屎了？怎么满嘴喷粪？莫冬雪，你竟然如此粗鄙不堪，简直连街上讨饭吃的乞丐都不如。金小姐以为这是你家后院呢，这只手若是不想要，我就行行好帮你处理了。疼啊！四妹妹，快放开金小姐，你是想杀了她不成？你这淑女做什么？快放开乔姐姐！也许是小人身上戾气太重，几人虽说叫唤的厉害，但根本没有一人敢上前制止。你们是想用口水喷死人吗？莫冬雪，你是疯了不成？快向金小姐道歉！
我尊贵的三姐姐，你是耳朵聋了还是眼睛瞎了？方才可是这位吃了屎的金小姐先出口伤人，后来先动手的也是她。你作为姐姐不帮自家妹妹也就罢了，如今竟然帮着外人指责我，不知父亲知晓此事又会怎么想？哼，少拿父亲压我，你还不配。莫冬雪，这里可都是本小姐的人，就算我们真收拾你，又能怎样？继续去告状？你觉得别人是相信你一个卑贱庶女，还是相信我们？三姐姐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这样确实没什么说服力，需要加点料才有意思不是？被那双眼睛盯着的几个人心底均是一阵发寒，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莫冬雪突然啪啪啪狠狠抽了自己几个嘴巴子。不要打我，求求你们不要打我！你疯了，你真疯了！三姐姐别着急，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呢。说罢，他猛地抓起莫秋霜的手。三姐姐，你放过我吧！三姐姐，我再也不敢了，不要推我！与此同时，听到动静赶来的荣靖皇后和众家眷到了。莫冬雪会水，她这几年跟着师傅在深山习武，上天捉鸟，下水摸鱼，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但现在她不能露馅，一定要装作不会水的样子，怎么可怜怎么来就是了。她已经听到四周响起无数落水的声音，大哥们倒是快点游啊！一双大手环上莫冬雪的腰肢，将她紧紧搂入怀中。下一瞬，一张邪魅俊脸落入她眼帘。这人怎么会出现？其实根本没有这段啊！小姐看的可还满意？说话的同时，大手下滑，拖着肉晶晶的小屁股把人往上提了提。你手放哪儿呢？赶紧放开我！将军府的四小姐是吧？若是本王记得没错，这可是第2次见你，你还真是一次比一次惨。不过你变脸的速度可是本王平生所见之最啊！对自己下手的这么狠的女人，本王也是平生所见。他竟然看到了，怎么办？怎么办？若是这妖孽男人当众拆穿我，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四小姐不必惊慌，本王可没那个闲心管闲事。那些女人甚是聒噪，本王早就烦得不行了，偏偏还不能走。这事儿一出，母后指定会提前散了这无聊宴会，本王也能早点回府睡觉。怎么办？好像越说越应该感谢你才对。不用客气，殿下的救命之恩，小女子记下了。你还真是有些意思，叫什么名字？一阵沉默过后，莫冬雪。名字不错，本王记住你了。说话间，二人已经到了岸边，大皇子开始眼神交流。直接放地上？对，毕竟我现在很虚弱。宋楚叶一言将人放在地上。叶儿，你怎么样啊？让侍卫们去救人就行了，如此鲁莽，你是要吓死母后吗？母后，儿臣无事，反倒是这位小姐被吓得不轻呢。莫冬雪，脸怎么伤成这样了？又怎么会掉进池塘？启禀皇后娘娘，方才臣妇们闻声赶到时，看了个正着，这位小姐是被人推下池塘的。没错没错，她脸上这伤也是被人抽的。这孩子瘦瘦弱弱的，多可怜啊！究竟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收拾成这样？那些欺负人的小丫头，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长大了还怎么得了啊？到底是谁竟然敢在本宫这里放肆？感谢诸位夫人仗义直言，但几位姐姐不过是同我开个玩笑罢了，我没事儿。宋楚叶在一旁看戏，看得很认真。哎呦，还说没事，这孩子心地也太善良了。皇后娘娘，带头欺负这孩子的正是她那位嫡亲姐姐以及金氏郎家的千金，您可得为这孩子做主啊！是啊是啊，大庭广众之下竟然都把人欺负成这样，那在将军府里这孩子得多受气，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的。将军夫人何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来同本宫解释解释？皇后娘娘，臣妇有话要说。这场闹剧根本就是栽赃陷害，一切都是这四丫头，都是莫冬雪栽赃嫁祸，是她自己抽了自己，又跳入池塘，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将军夫人为了给亲生女儿开脱，还真是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这孩子是吃傻了不成？把自己抽成这样还要淹死自己？可别忘了，方才情况我们这些人可都是亲眼所见。诸位夫人莫要再说了。皇后娘娘，母亲方才所言都是真的，所有一切都是小女故意为之，还请您莫要责怪几位姐姐。小女在这里求娘娘，我要追责了。强撑着说完最后一个字，莫冬雪很应景的晕了。宋楚叶差点笑出声来，若不是场合不对，真想伸出大拇指。小妮子挺会找时机啊。看来往后他要去将军府多串串门子。
多有意思呀！将军府内气氛压抑得很。你们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子活蹦乱跳的闺女跟你们出去，这会子却是被人抬回来的，差点淹死不说，脸还被打成那样，下手也忒狠了。父亲，女儿真是被冤枉的。一切都是莫冬雪栽赃陷害，吏部侍郎家的金强强和其他几位小姐都可以为女儿作证。你是不是又要说是雪儿自己抽的自己，又自己跳入池塘？这世上哪里有自己往下跳的傻子？再者说，你方才说的那些人可都是欺负雪儿的头谋，他们的话怎么能信？将军，别人不了解双儿，您还不了解吗？这孩子自幼心地善良、乖巧懂事，怎会生出那等害人之心？您一定要还双儿个清白啊！还他个清白？你倒是说说，让老子怎么还他清白？你别忘了，当时可是所有人亲眼所见，你当大家伙都是双眼看不见的瞎子不成？如今朝中大小官员皆知我莫向天的女儿残忍歹毒，老子的一世英名都被你们给毁了。可是双儿确实是被冤枉的，老子不想再听见这俩字儿。这些年双儿过的什么日子，雪儿又过的什么日子，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雪儿自幼没了娘已经够可怜了，老子在这个家最亏欠的就是她。雪儿这次若是没事便罢，如若不然，你们俩谁也别想好过。莫向天说罢，再也不想看这对母女，狠狠一甩衣袖，抬腿走了。母亲，咱们该怎么办啊？莫冬雪，你毁了我女儿的终身幸福，这事儿没完。老先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可有何事啊？将军呐，不必着急。令千金除了脸上有些红肿之外，身体并无大碍，就是受了些惊吓，精神有些萎靡啊。待老夫开张方子，好生养养便是。头发花白的老郎中坐到桌前，开始斟酌着写处方。老夫这个月已经见了好几次您这个闺女了。正金贵的大姑娘怎么总遭这种罪呀？莫向天大脸一红，这哪里好意思说？其实这些伤都是自家人整出来的。郎中开好药方，翠儿跟着去抓药。将军，四小姐醒了。莫向天大步走到床前，果真见小女儿已经睁开眼。雪儿，你醒了，感觉如何？可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父亲，您怎么过来了？好孩子，不用这么多礼数，你好好休息休息。疼不疼啊？早就不疼了，都是女儿不好，总让父亲担心。你都受伤了，还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真是傻孩子呀！你三姐姐实在太过分，为父这次一定替你严惩她。再说你这孩子不是有功夫傍身吗？当时怎么不反抗？父亲，女儿正要同您说此事。三姐姐怎么说也是咱们将军府的人，此事若传出去，丢的可是咱们所有人的脸。女儿当时想的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成想三姐姐竟然如此恨我。父亲您威名在外，万万不能因为此事变成世人眼中的笑柄。嗨，为父又何尝不知啊？但当时那么多人都看到了。无妨，只要女儿亲口说是自己不小心失足落水就行了。至于其他人再怎么传也是坊间传闻，过段时间大家也就慢慢淡忘了。雪儿，可这样未免太委屈你了。女儿不委屈，一切以大局为重。真是为父的好女儿啊！为父可以保证，不让雪儿白受委屈，绝对会用另一种方式补偿你。莫冬雪微微一笑，眼底灵光一闪而逝。他不认为莫向天真的会为了自己真把莫秋霜怎么样，最多就是做些表面上的惩处。既然如此，他何不顺水推舟来做这个好人，还能落个好名声。反正不管他对外界如何宣称，那对母女在皇后和官家夫人眼中已经臭冒烟了。大皇子府邸，妖孽男子手持毛笔，行云流水。书案上的宣纸上是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属下参见主子。他们还没吐口。脚趾头、手指头都多了，眼珠子也挖出一颗，但那几人嘴硬得很。这种人本就是死士，问不出来就对了。宋楚叶活动着有些僵硬的手腕。瞅瞅，本王画的怎么样？邢英伸着脖子看了好一会儿，伸出大拇指，由衷赞叹：哎呀，主子画技精湛，无与伦比啊！皇后娘娘的神韵在您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本王画的不是母后。属下眼拙，这才看出来，原来是您的姑母明阳公主。咱们还是讨论别的吧。那3名刺客缺胳膊少腿瞎眼睛的，留着也没什么价值了，且故意卖个破绽，放他们走吧。主子，那些人可是差点要了您的性命，而且还砍死咱们好几个弟兄，就这么放了，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你还真是典型的只长个子不长脑子。宋楚叶给自己倒了杯茶，轻抿一口。若你是这3人，死里逃生之后，第一时间会做什么？找个郎中看看胳膊腿儿，还有眼睛。本王真想用这茶盏砸开你的脑袋。
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宋楚叶真是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索性把话说开。这3人背后指定还有人，再不济也是同谋。按照常理来说，他们出去之后定然会第一时间去找自己的同伴，你派人跟紧点就是了。原来主子是想顺藤摸瓜呀！明白了，属下这就安排人去办。本王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是属下太心急了。主子可是还有吩咐？派人打听将军府的4小姐，本王要知道她所有的一切。将军府的4小姐，不就是主子前2日在御花园救下的姑娘吗？主子，属下知道了，您方才画的是您的姨母吧？宋楚叶脑门子一阵蹦的，咬牙道：“你这双眼珠子留着用处也不大，不如也挖了吧。”再说莫4小姐，莫冬雪休息了几日，待脸上红肿消退，便随着莫向天进了宫。除了向皇后娘娘请罪之外，还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把莫秋霜摘了个干净。皇后心知肚明莫家的顾虑，所以便顺水推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过经此一事，她也对莫冬雪这个瘦瘦弱弱的小姑娘刮目相看。4小姐，这是将军命人给您送过来的新衣服，足足有10好几件呢。瞧瞧这料子，这样式，可都是今年最时兴的颜色款式呢。将军对小姐现在可真是太用心了。最时兴的颜色款式，莫冬雪瞄了一眼那些裙子，心想他那位将军爹爹的审美还真是有待提高啊。翠儿呢？那丫头一大早就不见踪影，谁知道又跑到哪儿偷懒去了。4小姐，您可是老奴看着长大的，老奴有些话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老奴知道您一直挺喜欢翠儿，但老奴就是瞧着那丫头心术不正，好几次老奴都看到她鬼头鬼脑的跟外院的人嘀嘀咕咕。她可是庆竹园拨过来的，您不得不防啊。嬷嬷放心，谁好谁坏我心里有数。小姐知道就好，老奴也能放心了。小姐不好了，出事了！矮胖身影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小姐，将军府外有人聚众滋事，将军在城外兵营，一时联系不上，管家让奴婢来请小姐定夺。父亲不在，去庆竹园请夫人便是，找我定夺什么？管家方才便差人去请夫人了，不过夫人好像身体不舒服。如今咱们府中能当家主事的就是小姐您，这事您可不能不管呀。莫冬雪搜刮一遍记忆，对这次事件没有一点印象。不过姓孟的选择在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可就耐人寻味了。不管如何，他得出去看看。莫冬雪赶到的时候，将军府大门前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男女老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好不热闹。4小姐，您怎么来了？奴才已经命人去请将军了，这里太危险，您还是赶紧回去吧。不是刘管家让他来的。莫冬雪稍微一想，便知道自己指定又是让翠儿诓骗了，目的应当就是想让他当众出丑。果不其然，这会儿已经没有那胖丫头的身影了。刘管家把请父亲的人换回来吧，这里怎么回事？莫冬雪眼睛从那些壮汉身上大致瞟过，哟呵，还都是练家子。4小姐，是这么回事儿。门板上躺的那个呀，原本是咱们府中打杂的家丁，后来奴才发现他手脚不干净，便将人轰了出去。谁知这人现在竟然死了，这些人便信口雌黄，非说是咱们将军府将人霍霍的，非要咱们给个说法。你等我说实话，当时可动过此人？做下人的做了错事儿，自然要惩处，要不然其他下人就不好管理了。不过奴才当时就是让人揍了他几下，根本不可能打死人的。我知道了，对待这些无赖就不能讲道理。待会儿你们都别动，看我的。怎么回事啊？将军府主事的到底能不能来了？什么大将军，老子瞧着就是个缩头的乌龟王八蛋。哎呦喂，我的鼻子！大哥小心！老子不需要扶，谁他娘的敢对老子下黑手？有种你站出来，我打得你亲爹都不认识你了，老子跟你一姓儿。傻大个废话真多，嘴里再不干不净，鼻子就留在这儿吧。谁在跟老子说话？以为装神弄鬼，老子就怕了不成了？赶快滚出来！青天白日的，不会是见鬼了吧？这位眼睛不好使的乌龟王八蛋，我这么大个人，你看不见？声音好像在底下。为了控制鼻血，他方才一直仰着头，也怪不得看不见。哪里来的丫头片子？别以为老子不会揍女人！哎呦喂，我的鼻子！这力道怪熟悉的。竟然是你偷袭老子！对你还用不着偷袭，姑奶奶是明奏。敢来将军府找茬子，
先揍一顿再说。然后就是流星拳开始招呼，目标就只有一个地方。娘哎，老子的鼻子，你倒是换个地方打呀！你们他娘的还愣着做甚呢？哎呦喂啊，好疼啊！也先上啊！其余大汉都被这突然出现的丫头震慑住了，直到听到大哥惨叫，这才回过神来，顿时纷纷举起沙包大的拳头，哇哇怪叫着冲了上去。莫冬雪也不含糊，双手握拳，雨露均沾。没过一会儿，10几个大汉便全都哎呦着躺倒在地上。太可怕了！四小姐简直太可怕了。这可是莫冬雪下山后第一次对外展示自己能力，对于别人的震惊早在意料之中。那个光膀子的，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吗？赤膊大汉脸上最少挨了10几拳，鼻子差点被打进脸里，知道自己碰上硬茬子了，他哪里还敢造次啊？顶着满脸血水，点头如捣蒜。你来说说，死的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我兄弟，因为偷东西被将军府的人毒打而亡了。我就是想找将军府讨要个说法。莫冬雪走至死者跟前，手指沾了其嘴角流出的血，闻了闻，又翻开他眼皮查看，最后扒开他衣襟看了看，心里便有了谱。毒打而亡，此人身上虽说有些伤势，但远不足以要人性命。七窍流血分明是中毒症状，此人是被人毒死的。你不过是想为将军府开脱罢了。我所言是不是真的？找个仵作来验便可。不过你们可得想好了，一旦仵作过来，此事就得经官。官府可不会让人不明不白的死了，定然得查清楚所有事情来龙去脉，只要参与其中的一个也跑不了。不过若你们能说实话，我就可以做主，对今日之事既往不咎。到底要怎么选择，你们商量吧。大哥，不能经官呐！你是能保证既往不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也是为了保住自己鼻子，大汉最终还是交代了。他们呢，本是周边村庄的地痞，整日偷鸡摸狗，不干好事儿。今日突然有人把这具尸体交给他们，称只要他们把尸体抬到将军府闹事，自然会得到一大笔封口费。这些人啊，都是些没什么脑子的乡野村夫，一听到有银子赚，抬着尸体就来了。无知、无耻、愚昧至极。刘红都被气笑了。指使你们的人长什么样？他戴着面具，看不见脸，就知道应该是个岁数不大的男人。莫冬雪心中有了计较。刘管家，联系府衙来抓人。你说过，只要我们交代，便既往不咎的，还说什么君子，什么驷马追不上。对不住啦，光膀子大哥，我压根不是什么君子。听说有人到将军府闹事儿，官府的衙役们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敢去将军府闹事儿的傻帽还真是不多见，谁不想看看稀罕呀？待衙役们将那些鼻子冒血泡的大汉们押走以后，看热闹的人这才终于散了。主子，这位四小姐的拳脚功夫于那日……话未说完，但一切尽在不言中。主子，属下知道了，怪不得属下从刚才瞧见这位四小姐就觉得眼熟。您上次画的那个女人就是她，难不成您喜欢她？哎呦，太好了，咱们府上啊，马上就要有女主人了。多嘴多舌的毛病都是跟谁学的？给我走！宋楚叶抬腿往将军府走。待会儿见着四小姐，不要提这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主子，莫将军这个时间也不在府上，咱们这个时候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本王有正事儿。哎呀，小姐，您这是快吓死老奴了！那么多人高马大的大男人，那胳膊眼瞅着比您大腿粗实，要是往您身上招呼一下子，那还了得！哎呀，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往前冲了。嬷嬷放心，我心里有数，若真有危险，我指定跑得比谁都快。翠儿觉得小姐我这次发挥的怎么样？奴婢觉得小姐您真是太厉害了，那点本事算什么呀？小姐我一身本领可不是白学的。就这么说吧，像翠儿你这样的，我一脚就能踢飞。小姐真爱开玩笑，奴婢去给小姐泡茶。小姐，翠儿这丫头方才绝对是故意的，指定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把您诓骗过去出丑。既然您都知道她心术不正，何不早点找个理由将人打发了，也省得夜长梦多。她现在还不能走，后面还有用。想起前世胖丫头信誓旦旦的指控，莫冬雪的眼底闪过玩味儿。四小姐，我是刘红啊。因为外男不得进内院，刘红这两嗓子是在院外喊的。刘管家可有何事？四小姐，大皇子正在前厅，他说找您有事儿。
确定不是父亲找我？那死妖孽又想做什么呀？小人直奔前厅，果真见那一身耀眼红衣的大美男正悠哉悠哉地喝茶水。冬雪见过大皇子，不知大皇子找我可是有何事？无需多礼，四小姐请用茶，就当是在自己家中，随便一些便是。大皇子真会开玩笑，这里本就是我家，我自然随意。几日不见，四小姐还是这么快人快语。大皇子找我究竟有何事？我时间也很宝贵。敢这么直接怼主子的人，这位四小姐还真是头一个，真不愧是我未来的女主子，真棒。犹记得几日之前，可是本王救了四小姐性命，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莫冬雪咬牙，真想说，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好不好？不逗四小姐了，本王这次前来是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四小姐能够答应。敢问殿下您的不情之请是何事？你先答应本王。我得先听听是何事啊。你答应了，本王就告诉你。你先说。你先答应。这俩人加起来也没8岁吧？行，我答应殿下了，到底是何事？你也知道，我有个亲妹子，刚过8岁生辰，那孩子因为被父皇母后惯坏了，自幼便性子顽劣，前几日和母后起了些争执，于是便负气跑到本王府中。本王想着利用这段时间，刚好让她学些女儿家的规矩，但又怕她不好好配合，于是便想请四小姐能够陪着她。说白了就是哄孩子呗。殿下，咱们应当没熟到这种程度吧？再者说，比我更合适的女子多的是，只怕这事我胜任不了。这么多人里面，本王觉得四小姐最合适了。若是四小姐不乐意，那咱们不如再聊聊那日在御花园发生的事。哼，竟然来威胁这一套！什么大皇子啊，世锦无赖都比他强得多。要不是看在皇后娘娘送了他好些补品，自己早就问候他母亲了。母亲，您倒是想个法子啊！莫冬雪现在太难搞了，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蹬鼻子上脸啊！千算万算，没想到又让小贱蹄子出了风头。谁知道他功夫那么好？其实刘洪派人来请他之前，便已经有下人通报有地痞闹事，他有意借此事让梅园的丫头出丑，于是便谎称身体不舒服将人打发了，并让翠儿传递假消息，把莫冬雪诓骗了去。本以为不过10几岁的丫头看到那等场面指定会傻了眼，不曾想她竟然处理得如此生猛果断。母亲，您倒是说句话啊！女儿听说今日大皇子来了咱们府上，可是指名道姓的见莫冬雪，再这么下去，只怕女儿的王妃之位也得被他抢了去。双儿，你别自己乱了阵脚，平静一些。先前是咱们都轻敌了，如今既然已经知道那丫头手段非常，也是件好事，起码也能有些应对之策。至于王妃之位，哪里是什么货色都能消享的？她莫冬雪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庶女的卑贱身份。可女儿还要在这里关上近1个月，就怕生出什么变故。双儿莫要担心，过几日待你父亲气消一些，娘会替你求情。你这几日乖乖听话，切记莫要再生出什么事端。孟子嫣宽慰好女儿，便带着丫鬟出了紫薇园，想了想，对着丫鬟低声交代了几句。丫鬟领命后，急匆匆地走了。孟子嫣遥望天际，温如玉，这么多年，没想到你还是阴魂不散，竟然让你女儿来欺负我双儿。哼，等着吧，你的好女儿马上就能去陪你了。四小姐，您起来了吗？这人怎么又来了呀？莫冬雪起身迎了出去。刘管家又有何事？四小姐，一大清早的就打扰您，实在不好意思。有人找您，现下就在前厅等着呢。难不成又是宋楚叶那个死妖，又是大皇子殿下？不是大皇子，不过四小姐还是自己去看看吧。莫冬雪见他神色不对劲儿，也就不再多问，径直随着他又去了前厅。二人还没走到前院，就听到里面一阵喧闹。哎呦，真是位活祖宗呀，简直太能闹腾了。见一向稳重的刘管家被逼成这副模样，莫冬雪对里面那位更好奇了。四小姐小心！莫冬雪定睛一看，竟然是个种花用的陶罐。这玩意儿要是真砸人头上，只怕当场就得去找阎王爷下棋了。怎么回事？谁扔的？四小姐，不是奴才们扔的。喂，你叫唤什么？哼！好汉做事好汉当，这破罐子是本公主扔的。一个年约7、8岁的女童走上前，你又是哪里来的奴才？这么大呼小叫的，简直一点规矩也没有。什么破将军府，无聊透了。莫冬雪突然一阵牙疼，她知道这丫头片子是谁了，可不就是宋楚叶那个不让人省心的亲妹子真月公主？那个狗奴才，本公主问你话竟敢不回答，想死了是吧？惯的你是吧？莫冬雪一个闪身便到了小丫头跟前。我可不是有耐心哄孩子玩的人，公主再若放肆，可甭怪姐姐我心狠手辣。
凶债媚偿，他可不介意揍孩子出气。莫向天昨天在城外教场练兵，因为时间太晚，索性就歇息在了营帐。一大早刚刚回府，便听前院喧闹得很，隐隐约约的似乎还有孩子哭声。莫大将军心中疑惑，待赶到内处看清里面的情形后，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一定要让父王诛你九族！诛你九族！那女童是真月公主，那个吃饭都要皇上亲自喂的真月公主。莫向天的脑瓜子里一阵嗡嗡。将军回来了。将军，您快劝劝四小姐吧。父亲，您回来了。您可用过早膳了，要不咱们一起吃吧。雪儿，这是怎么回事？真月公主怎么会在这里？你又为何要这样？父亲，是这么回事。这个疯女人要杀了本公主，你快杀了她呀！本公主要把她那身狗皮剥下来，还要把她剁碎了喂狗。莫冬雪一个眼神瞟了过去，这小丫头吓得只剩下哆嗦嘴唇子了。雪儿，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莫冬雪当下把大汉拽到一旁，简明扼要的将情况叙述了一遍。大皇子为何要把真月公主托付给你？女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究竟哪里得罪了她。这小丫头忒是惹人恨，不如直接把她扔大街上。万万不可呀！这孩子虽说顽劣，但可是位公主，雪儿可不能胡闹。为父马上就进宫，把此事禀明皇上。你莫要冲动，等我消息便是。切记不能再动手了。刚进家门的莫大将军又出了府，目标皇宫。父亲发话，莫冬雪也不好再收拾小丫头，索性让人将她关在前厅，好生看管。他自己随后换了身男装，也出了府。他还有件大事儿要办。正午大街是文都城的主干道，两边除了各种商铺，就是琳琅满目的小摊位，是城中最热闹的地方。莫冬雪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最后停在一个馄饨摊前不动了，应该就是这里了。老板，来碗馄饨。好嘞，小公子您快请坐，馄饨马上就好。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馄饨就上了桌。小公子请慢用，需要什么您再换老朽。辛苦大爷了。莫冬雪吃了一个便停不住了。小公子慢点吃，要不要老朽再给您加点汤啊？不用，这就挺好。小张瞧着老人家岁数也不小了吧？可不，再过年就60有5了。这么大岁数还出来摆摊也挺不容易的。您一个人能忙活过来吗？老朽家里还有个老伴儿，他腿脚不利索，不能出来，就在家里提前把馄饨包好。老朽来了这里就许煮一下就行，不是什么难事儿。那您家中还有别人吗？我的意思是，您们毕竟岁数都大了，身边有个人陪着才安全不是？有，老朽有个孙子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孩子最是听话，刚说到他就来了。小公子快看，长得最俊俏的那个就是老朽的孙子。莫冬雪回过头，一眼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驼背老头的孙子，是个20多岁身穿布衣的清秀书生。莫冬雪今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此人。佘启山，2年后苍越国最年轻的丞相。佘启山是苍越国传奇般的存在，科举之时仅用1篇文章便震惊天下。入朝为官后，凭借过人才识以及独到见解被接连提拔，仅用短短2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苍越国最年轻的丞相。而佘启山也不负众望，兢兢业业，心怀苍生，带头实行了诸多惠国利民的决策。莫冬雪日后要对付的可是宋楚衍，若能结交下佘启山，那绝对是他日后的强大助力。他这2日就琢磨这点事儿了。算算日子，这个时候的佘启山应当还没有参加科考，所以便赶来碰碰运气。祖父，佘启山和驼背老头打了声招呼，见馄饨卖得差不多了，便开始默默收拾摊子。启山，你怎么又来了？没几个月就要科考了，你只管用功读书就是。若家里那老太婆知道你又来帮忙了，老头子我免不了又得挨上一顿好骂呀。那些书什么时候看都行，不着急。佘启山似乎经常帮忙收拾，各种瓶瓶罐罐以及小零碎儿东西收拾起来有条不紊。这位小公子可还需要什么？莫冬雪赶紧2口把汤给喝完了，把碗递过去。佘启山接过碗，道了声谢，随即开始收拾桌椅板凳。老人家，给您钱，不用找了，剩下的您就拿去补贴家用吧。小公子，这可使不得，这些也太多了，老朽可不能无缘无故要你的钱。你稍等老朽这就给您找。我说佘老头，白给的银子都不要，你是傻了不成？
这个月的保护费你可还没交呢，这些正好就够了。几位小哥，老朽这几日也没卖多少钱，家中还有卧病不起的病人需要日日吃药，几位能不能高抬贵手啊？老不死的，少装可怜！方才小爷还瞅见有人给你银锭子呢，当我们是瞎的不成？识相的乖乖把钱掏出来，要不然以后甭想在这条街子上支摊子。祖父，您没事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如此横行霸道，就不怕遭报应吗？启山，这里没你的事儿，启山你快走。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小爷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老佘家读书都成傻子的孙少爷。也好，既然你家老头子舍不得出血本，小爷就得找你这个当孙子的。怎么着啊，孙少爷，掏银子吧？白日做梦，我祖父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给你们？死书呆子，求本事没有，嘴皮子还挺硬的。今日小爷教教你做人的道理。其他几人非常有默契的将祖孙二人团团围住。哪里来的小瘪三，竟敢管我们的闲事？快放开我们老大！小子，不想活了是不是？看小爷把你脑袋拧下来当夜壶！但不管他们怎么叫嚣，少年就像没听见似的，眼皮抬都没抬，踩着二溜子的那只小脚，甚至又来回搓了搓。你们别为难这位小兄弟，他与我们素不相识。这位哥哥莫要担心，这些渣渣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你且带着老爷子去旁边看着，待会儿我让这些人给你们磕头认错。兄弟们，一起上，往死里打小崽子！几人直扑向中间那少年，来得好！少年也就是莫冬雪眼睛一亮，握手成拳迎战。没过一会儿功夫，那几人便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哎，差不多了，都给我跪着道歉去，还缺一个。不劳烦少侠，小爷别，是小的自己来就行。老爷子，您原谅他们不？原谅了。莫冬雪点点头。你们记着，这次算你们走运。说再敢来这条街上胡作非为，小心你们的狗头！赶紧滚吧！几个地痞哪里还敢造次啊？道完谢之后，赶紧连滚带爬的跑了。好了，热闹也看完了，大家伙都散了吧。敢问少侠姓谁名谁？您为民除害，救了我等，总也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感谢谁吧？莫冬雪低头想了想，谦虚道：我这人做好事一向不留名。再者说，行侠仗义、斩奸除恶，一直是我们习武之人的宗旨。像今日此等小事，诸位根本无需外怀，大家就唤我大英雄吧。众人同时愣了一愣，随即大英雄的欢呼个不停。待众人好不容易散了，莫冬雪便开始帮着佘家祖孙收拾摊子。老朽多谢大英雄相救，这等粗活怎么还好意思麻烦您？什么大英雄，不过是逗大家玩的，老爷子您就甭跟着瞎起哄了啊！对了，方才我无意中听到这位仁兄即将参加科考，是不是？那您可是文化人啊！佘启山没应声，转身去收拾其他。情况不对啊！不瞒少侠，老朽这孙子确实是一等一的好，就连我们老家镇上的教书先生都说他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但报名科举需要一大笔银子，对于我们这种出身的人来说，得不吃不喝攒上许多年呐。这也是启山耽误到现在的原因。今年好不容易这银子攒的差不多了，但这孩子却又犯了驴脾气，怎么也不乐意去啊，怕给我们增加负担。哎呀，怪就怪他父母走得早，我们老两口子又没本事啊。爷子，若是我可以出银子，方才感谢少侠拔刀相助，但连者不受嗟来之时，请少侠莫要羞辱佘某。个死脑筋的愣头青！我从未有想过羞辱佘兄之意，只是想帮助一个心怀鸿鹄之志之人。真正的好男儿，应当心怀苍生，为国效力。像佘兄这般人物，定然也不想一辈子碌碌无为吧？佘启山闻言，身体巨震，显然被说中了心里话。话已至此，到底该如何选择？佘兄自己好好考虑。若佘兄想通了，3日后晌午可到如意酒楼找我。凭这个，对于佘启山的选择，莫冬雪非常有信心，就等小伙子洗白白自己送上门了。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且又办了件大事儿，莫冬雪决定好好犒劳下自己。在集市上好一通转悠之后，手里拎满了各种吃食、各种小玩意儿。回到将军府的时候，还送给守门的护卫俩肉串。4小姐，
莫冬雪刚进大门，便听有人唤他，那声音深入骨髓，令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是宋楚衍。转身回头，本王还以为看错了，原来真是四小姐。宋楚衍笑吟吟地走到他跟前，有些新奇地上下打量他。四小姐为何一身男儿装扮？这是出去了？参见二皇子。哼，四小姐不必多礼，本王是来找莫将军商讨一些事情，没想到刚来就遇到了你。冬雪也没想到会遇到二皇子。本王听闻昨日四小姐以一人之力击败10余名狂徒，真乃女中豪杰也。本王犹记得几年前刚刚见到四小姐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丫头，没想到。既然二皇子和父亲有正事相商，那冬雪就不耽搁您了。那个谁，对，就是吃我肉串的那个，你带着二皇子去找我父亲。冬雪还有别的事儿，就先失陪了。奴才知道将军在何处，二皇子请跟奴才来。宋楚衍看着已经走远的身影，微微皱起眉，是他的错觉吗？这丫头好像不怎么喜欢他。进门遇到鬼的莫冬雪一路上骂骂咧咧，心想着待回去定然要好好洗个澡去晦气。不想他前脚刚刚踏进梅园的小门，刘红的声音又在墙外响了起来。四小姐您在吗？奴才找您有事儿。这位刘管家每次只要找他准没好事儿。莫冬雪现在听到他的声音，这脑袋瓜子就直嗡嗡。听到声响的刘嬷嬷和翠儿探出头来查看，莫冬雪食指放在嘴上比了个嘘的手势。四小姐您别装了，奴才方才可是眼瞅着您进去的。知道躲不过去，莫冬雪垮下肩膀转了出去。原来是刘管家呀，我方才在屋里没听见。是奴才唐突了，不过前厅那位公主实在太闹腾，奴才们又都不敢管，只能请您去看看了。我听守门护卫说父亲已经从宫中回来了，那疯丫头怎么还没被送回去？具体情况奴才也不清楚，将军就让我告诉您，这段时间真月公主就劳烦您照顾了。让我照顾她？刘管家您没听错吧？将军就是这样说的，还说这也是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意思。听说是大皇子极力保荐的您。宋楚燮那个死妖孽！四小姐，前厅那边已经伤了好几个奴才了，你还是过去看看吧。刘红暗下决定，这次四小姐再用倒滴溜那招，他绝对假装看不见。主要小孩太可恨了。父亲呢？让父亲去看看他，我去了就是动手，到时候你们又得大呼小叫的。将军说了，此事让四小姐全负责就是。小姐，你也别去找将军，奴才过来的时候刚看到二皇子到了，他们二人啊，现在应该在谈事情。宋楚衍那个倒霉催的。莫冬雪无奈之下，只得跟着刘红去了前厅。还真不是刘红说话夸张，离得老远，莫冬雪就听到小丫头片子摔摔打打的动静。莫冬雪将手中小吃尽数递给刘管家，这些都是我的，你可别吃啊。说罢，撸起袖子推门就进。入眼所及之处，还果真一片狼藉。那位宝贝疙瘩公主不知从哪儿找了把扫把，正嗷呜叫唤着，追得丫头小厮满院子跑。公主好身手，要不我陪着您过两招？哈，你这个疯女人怎么又回来了？出去，赶紧给本公主出去！公主当我乐意再见着你呢，你又不是什么香饽饽。莫冬雪慢腾腾走过去，把小丫头的护身法宝一把夺了。这东西可不是用来打人的，好歹也是我们将军府花银子置办的，被公主糟践成这样，不太好吧？哼，不就是把破扫把吗？本公主赔就是了。还有满院子被公主毁坏的东西，本公主也赔就是。掏银子。哼，掏就掏，我东西也值不了3瓜2枣的。真月在身上搜刮一通，才想起自己从未带过钱袋子。先欠着，本公主日后给你。对不起，我这里概不赊账，公主若实在没银子，可以拿东西抵账，或者被我揍上一顿也成。啊，你不能打本公主，当我身上也没带别的东西。这样啊？莫冬雪做出一副苦苦思考的模样。唉，如此说来，也只能是我吃点亏。公主就干活抵债吧，你年龄太小，劈柴做饭指望不上，就跟在我身边擦擦洗洗吧。你让本公主伺候你？哼，本公主身份尊贵。那身份尊贵的公主，请拿银子。真月小嘴张了又张，最终垮下小脸认命了。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亲爹亲娘亲大哥吧。傍晚时分，将军府的大院里分外热闹，丫头小厮站成一大片，大伙儿热情高涨，脸红脖子粗的叫唤着：四小姐揍将军肚子，四小姐攻将军下盘，四小姐踹将军后腰。场中正比试拳脚功夫的正是墨家妇女。莫向天一套拳法打
打的是生猛有力，虎虎生威。莫冬雪则胜在身姿轻盈，招数灵活，二人连窜带跳，打得已有了小半个时辰，越打越精神。你们他娘的到底是哪头的？怎么没一个人给老子助威？四小姐，踹将军眼睛！父亲，民心所向，您就快认输吧。莫冬雪爽朗一笑，真往莫向天那对大眼珠子招呼了过去。丫头使阴招！你们都围在这儿作甚？刚刚踏进前院的刘红闪躲不及，直接被掀翻在地。刘管家，您没事吧？哎呀，您鼻子流血了！哎呦喂，轻点轻点！哎呦，我脑袋怎么也这么疼啊？能不疼吗？您后脑勺上有这么大个包呢。闻言，刘红哼气得更厉害了。哼，罪魁祸首父女二人面面相觑，也顾不上再切磋了，双双凑了过去。刘管家，您说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连这些小崽子都知道躲着点，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将军，四小姐，奴才哪里知道你们这个时候不吃晚饭，还切磋上功夫了？还不是你告诉我雪儿昨日如何厉害，要不然老子才不会想着跟她切磋功夫。真月公主那小丫头片子可安置妥当了？很好，父女俩一个推脱责任，一个转移话题。回将军，都怪奴才多嘴多舌了。回小姐，真月公主已经安排到您的院子，刘嬷嬷和翠儿正在看着呢。父女二人同时满意点头。刘管家怕这二人又瞎折腾，非要亲眼盯着他们吃完晚饭再走。莫冬雪一番运动下来，也是有格外的胃口。雪儿看着文文静静，原来这么能吃，这点啊就比双儿强多了。那孩子每次吃的跟猫食似的。话还没说完呢，突然顿住了。莫大将军也觉得自己失言。父亲不必顾忌，女儿心眼可没那么小。三姐姐再怎么有错，我们也是亲姐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女儿也正想和您说这事儿呢。三姐姐也被禁足了好几日，想来也已经认识到错处了。再过几日，父亲就把她放了吧。雪儿，为父知你心地善良，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双儿现在这样，也是为父从小太纵容她了。若再不好好管管，以后指不定得变成什么样子。父亲说的有道理，但这段时间您和嫡母关系僵持，长久下去难免伤了夫妻情分。再者说，三姐姐总是这般被关着也不行，时间久了，外面也该有流言蜚语了。莫向天又何尝不知道，但仍旧有些犹豫。但是父亲您就别考虑那么多啦，吃完饭就去嫡母院子里看看吧。女儿知道，她院里的丫鬟可是每日都来请您呢。没大没小的丫头。对了，父亲，女儿那会儿在门口遇到了二皇子，他来找您是有什么事儿吗？女儿家的别瞎打听，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真月公主伺候走了。那小祖宗在咱们府上就是个大麻烦，可说好了不能再动手。父亲放心，我心里有数。其实就算您不说，女儿也知道二皇子为何而来。哦，你倒是说来听听。苍月国现下还未立储君，父亲身居要职为武官之首，二皇子自然要同您搞好关系。什么搞不搞的，真难听。丫头不愧是老子女儿，聪明。那父亲是怎么想的？莫冬雪有些担忧，前世的莫向天就是站在宋楚衍一方，还把三女儿嫁给他做王妃，但这一世的自己与宋楚衍注定不共戴天，他绝不能任父亲去了那边。你这丫头自幼心细，为父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放心吧，毕竟事关咱们将军府的未来，为父一定会慎重的。正在这时候，门外跑进来一个小厮，凑到刘红的耳边嘀咕两句什么。刘红神色古怪地看向父女二人。怎么了？回将军，大皇子来了。莫冬雪现在听到大皇子这仨字儿，脑袋就疼。得，饭还没吃完，又得去应付一个。这哥俩今日是说好的吧？刘管家，你先把人请到前厅，我随后就到。哎，将军，您且继续吃吧。大皇子是来找四小姐的。确切的说呀，宋楚烨是来找住在莫冬雪院子里的那位亲妹妹，毕竟女儿家的院子男子不好见。于是莫向天便让人把真月公主带到前厅，与哥哥相见。臣参见大皇子。冬雪给大皇子请安。莫将军和四小姐不必多礼，本王就是过来看看真月可还适应这里的生活。不适应，皇兄，真月一点也不适应，就是那个女土匪，她欺负真月，皇兄你快把她剁了喂狗。真月不可没大没小，可是皇兄特意拜托这位姐姐收留你，你应该感激人家才是。不敢不敢，冬雪哪里敢奢望公主感激，只希望您们兄妹还是少出现为妙。莫向天轻咳两声，用眼神示意女儿说话注意些。莫将军不必多礼，本王这次来就是为了看看真月，待会儿就要走。您公事繁忙，本王不好意思占用您的时间，这里有莫四小姐陪着就行了。这是嫌他碍眼了？怎么着？放心走您的吧。那臣就先行告退了。大皇子若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冬雪就是。莫向天躬身退下。宋楚烨几次三番来找雪儿，又把亲妹子托付给雪儿，
难不成他是看上了？宋楚叶是他自小看着长大的，这孩子呀，自小就贼有主意。别看现在瞧着彬彬有礼，其实处事风格雷厉风行，又心狠手辣，是举国上下皆知的煞星。其实若论外貌，此人绝对能令天下女子前仆后继，但就是这古怪性子，又有哪个真敢招惹？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感情，又怎么可能喜欢雪儿？前厅内三人还在对峙。哼，本公主才不要感激这个疯女人。皇兄，你可知道这女人怎么对甄月吗？她竟然抓着甄月的脚，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是什么意思啊？我来情景再现一下。莫冬雪闪身到了兄妹二人身前。这样那样就是这个意思。大皇子看懂了吗？宋楚叶傻眼的点点头，一旁的邢英则是眼珠子惊得都快掉了。皇兄，你看到了吧？这个疯女人就是这样欺负甄月的，再待下去，甄月就被她折磨死了。公主说的没错，大皇子殿下还是赶紧将人领走吧。宋楚叶盯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心头没来由的一跳，这种感觉很陌生，是他活了20多年从未有过的。邢英，你带着公主出去待会儿，本王和莫四小姐说会儿话。属下遵命。邢英抱起不断挣扎的甄月公主走了出去，嘴角的笑容是越扯越大。屋内就只剩下他们二人了。莫冬雪被那双狭长凤眸抽得一阵不自在，借着喝茶的功夫，在一旁软榻上坐了。大皇子殿下，现下这里就咱们二人，咱们一次性把话说明白吧。你想问什么便问。宋楚叶坐在他对面，眼睛仍旧不自觉地往那张小脸上瞟着。这丫头挺耐看的，就是身材差了些，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发展的可能。你为何非要把甄月公主硬塞到我这里？莫四小姐一向聪明，你可以猜猜。明人不说暗话，殿下可是想借着公主拉拢与将军府的关系？莫四小姐猜得不错，将军府作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势力，自然值得花费一些功夫拉拢。但是你也只猜对了一半，不是本王托大，若本王以后真有所图，就算不借助其他势力，也一样能成功。呸！自大狂！莫冬雪虽说瞧不上他自以为是的德性，但结合两世为人，对这位大皇子的了解，他还真有些自大的资本。那另一半原因是什么？愿闻其详。宋楚叶这次没有立马接话，只是笑吟吟的看着他，眼神还怪瘆人的。在莫冬雪头皮发麻的时候，你好家伙，这橙子瞧着就值不少银子。等等，宋楚叶是什么意思？冬雪好像不欠大皇子银子吧？银子不欠，但欠本王一个王妃。大皇子自重，此事开不得玩笑。你瞧着本王像开玩笑的意思吗？想必四小姐应当有所耳闻，父皇母后最近有意为本王和二皇子指婚。既然此事不可避免，那自然是要选个自己喜欢的。莫冬雪心头狂跳，听他继续说。本王之前从未对任何女子动过心，但是却觉得莫四小姐甚为有意思。若能与你这样的人共度余生，想来也不会太无聊。而且你够聪明，本王喜欢与聪明人相处。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得谢谢皇子殿下夸奖？先攒着，本王可不喜欢只是嘴上说说的感谢，若能以身相许，才有诚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虽说不知原因，但你对本王那位二弟似乎有着很强的敌意。若我们可以联手，必然事半功倍。他竟然看出来了，你是不是知道了？知道什么？城外树林刺客。宋楚叶举步走到小人跟前站定。莫四小姐这里也算是独一无二了。莫冬雪小巧嫩白的耳后，一颗小痣，红的妖艳。莫冬雪这夜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就是宋楚叶那张妖孽脸。要不要和本王试试？当时撂下这句话，大皇子殿下就走了，背影还可气的自信，仿若笃定他不会拒绝一般。是的，莫冬雪确实心动了，不是那种心动，而是那种心动。宋楚叶知道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几乎每句话都直击他要害。他这一世根本不想再涉及情感，但生在他这种家庭，又岂能如愿？若不用他交付真心，对方又是令宋楚野那个牲口最为忌惮的对手，就另当别论了。双方目标性明确，又不会互相干涉，这样的情势似乎真的不错。清晨时分，也就是公鸡刚刚开嗓的时候，刚刚迷糊着的莫四小姐被吵醒了。刘嬷嬷，您大早上的鼓捣什么呢？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后，刘嬷嬷小跑了进来。哎呀，还是把四小姐吵醒了，都怪老奴无用。您怎么又无用了？说清楚啊！
是那位真月公主，她这会儿正在院子里闹腾呢，非说咱们将军府欺负她。老奴想着劝劝公主，但她什么也听不进去。刘嬷嬷下意识捂住胳膊，那丫头片子对您动手了，可是伤着了，快让我看看。不用了，小孩子能有多大力气？莫冬雪下床，不由分说拽过刘嬷嬷的胳膊，直接撸起袖子，溅起手腕上，果真有几道血痕。小崽子抓的！哎呦，公主就是不小心，老奴一点也不疼。莫冬雪哪里还听得进去啊？囫囵着把衣服穿上，直奔出去。哎呀，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小姐！莫冬雪推开门的一瞬间，就顿时牙疼了。入目所及之处，真月公主已经把满院子的花草采的采，拔的拔，砸的砸，差不多全部都霍霍了。疯女人，疯婆子，本公主砍死你！总有一天，本公主要用无匹马拽下她的胳膊腿儿，那叫五马分尸。对，就是这个词儿。本公主还要把它切成1万块，那叫碎尸万段。对，就是碎尸万段。本公主还要……等等，接她话的人是谁？小丫头有些僵硬的回过头，见被她五马分尸、碎尸万段的主角正蹲在她身边。怎么，公主莫不是等不及了，想直接动手？不过我身上的骨头硬着呢，这小玩意儿可剁不动。你这个疯女人什么时候来的？识相的，赶快把本公主放了，要不然你以后甭想安生。我就喜欢嘴硬的。你这个疯女人，总抓着脚脖子算什么能耐？本公主要让皇兄揍得你鼻青脸肿。公主殿下大可以去告状，看您那位皇兄会不会管你。实话告诉您，大皇子走之前可是交代了，公主在我这里可以任由我处置。莫冬雪突然想笑，说是这小丫头片子知道自己有可能变成她皇嫂，又是个什么反应？你胡说，皇兄一直最疼正月了，他绝对不会说这种话。我可管不着公主信与不信，反正如今你在我手心里就得老实听话，要不然我可多的是法子对付你。还有，奉劝您别想着跑出去，毕竟将军府的守卫可都不是吃素的。真月气鼓了脸颊。哦，还有，我们府上的人眼神都不咋地，若把您当成偷东西的小贼，那可就麻烦了。您这张白嫩小脸，若是被划花了，那可太有意思了。你别吓唬本公主，本公主才不信你的鬼话，这种破地方根本拦不住本公主。信不信由您，不过我这人一向心地善良，若公主真想逃出去，我便给您指条明路。你才没那么好心。后院有个狗洞无人把守，公主可从那里钻出去。你竟敢侮辱本公主！公主殿下，我这里的花花草草虽说比不上宫里的金贵，但也挺不错的。现下被您祸害成这样，您说该怎么办吧？不就是点破花破草吗？真月公主话说一半，见莫冬雪又开始往上撸袖子，立马怂了。跟那些破花盆加在一起，本公主赔就是了。还有，你无故抓伤人又该怎么算？小姐，老奴这点伤算不得什么。不就是个奴才吗？难道还要让本公主跟他道歉不成？不道歉也成，我在公主胳膊上也抓几刀便算扯平了。对不起。见一位公主和自己道歉，刘嬷嬷吓得老脸都白了，被这丫头折腾的再也睡不着了。莫冬雪索性早早洗漱完毕，在院子里练起了功夫。她练功的时候，真月公主就撅着嘴在远处看着，尽管小脸上努力做出不屑表情，但那双眼珠子一刻也没有转开过。很好，她有法子对付这小崽子了。大皇子府邸，新英将刚收到的密函递给宋楚叶。主子，这是南方那边刚刚飞鸽传书过来的。宋楚眼手伸得够长的，已经开始联系笼络镇南王了。那可如何是好？镇南王可是南方一脉大小官员的代表，若他真的站在二皇子那边，可是大大的不妙啊！主子，您看我们要不要也尽快？不必，如今形势未定，镇南王老奸巨猾，岂是3言2语就能被说服的？像他这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只有见着苗头才会站队。主子，属下还有一事禀告。宋楚叶抬抬下巴，示意他直接说。属下发现二皇子最近频繁出入将军府，有传闻他是欲求娶莫将军家的女儿为王妃。以联姻形式拉拢朝廷重臣，一向是最有效的手段，不足为奇。朝中文臣之首是王丞相，武官之首便是莫将军，两家皆有正直妙龄的小姐，若想联姻，这2股势力自然是首选。不对呀，主子怎么不着急呢？
主子，二皇子如今显然是想选择武官这一派，您就不怕他看上莫四小姐？宋楚衍和他的母妃都是非常现实的人，就算选，也只会选正其所生的嫡女。宋楚叶说到这里，突然想起某个小人气急败坏的模样，竟是忍不住有些想笑。你口中的莫四小姐，只能是本王的。邢英由衷竖起2个大拇指，不愧是他的主子，霸气。属下还有一事要问，真月公主跟这莫四小姐真的没事吗？真月性子太野，就得找人好好磨磨，要不然以后总会有她吃亏的时候。再说了，以后都要是一家人的，就当让他们提前增进感情了。晌午时分，正午大街上，我说您这2条小短腿能不能倒腾快些？哼，你腿才短，本公主年纪尚幼，用不了2年，保准能超过你这个矮冬瓜。我还是把公主殿下送回府吧，咱们不适合独处。才不要，本公主好不容易出来透透气。莫冬雪有事要办，又担心真月公主趁自己不在，指不定得作成什么德行，一咬牙一跺脚就把人带着一起出来了。又在一大一小俩人嗓子快吵得冒烟的时候，目的地终于到了。喂，疯女人，你带着本公主来这破地方做事，莫不是说不过本公主就想杀人灭口？杀你哪里用得着这般折腾，直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完事儿。莫冬雪边说话边细细打量四周长得差不多的破房子，最后锁定一处，就是这里了。尊贵的公主殿下，咱们这趟可是隐瞒身份来的，你现在就是伺候我的小书童，待会儿进去装哑巴就是。真月撇撇嘴，算是同意了。莫冬雪走到大门前，举手敲门：有人吗？有人吗？里面有人吗？院子里安安静静。谁把银子丢这儿了？木头门瞬间打开，一个妇人探出脑袋：哪儿呢？银子是我的啊！这位姐姐有礼了，我是来文都城参加科考的学生，途经此处饥饿难耐，可否请姐姐？真月使劲憋着笑，差点喷出来。小生不会白吃白喝，可以多付给姐姐银子。小公子快进，什么银子不银子的，来了大姐这儿就当回自己家了。真月看着这一出一出的，就差目瞪口呆了。宫外的人变脸都变得这么快吗？因为公主殿下嫌弃屋子里有怪味，所以3人就在院子里坐着唠嗑。真月本以为莫冬雪费劲巴拉的来到这里是有什么大事儿，但那还真是翘着2郎腿和那妇人拉起了家常。2人絮絮叨叨了大半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直听得真月差点睡过去。临走的时候，莫冬雪把带来的碎银子都给了那妇人，妇人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到胡同口，这副姿态与刚开始那阵儿就像俩人似的。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会儿告诉你就没意思了，想看好戏乖乖等着就是。他这几日过得太嘚瑟，庆竹园里的2位也该按捺不住了吧。今日便是莫冬雪和佘启山约定好的日子，佘启山果然不出所料到了如意酒楼。佘某今日前来有意真心结交少侠，还请少侠也能坦诚相待。那是自然，兄弟之间就当如此。你到底是何人，又为何要帮助佘某？烦请别用那套慧眼识英雄的说辞来搪塞佘某。佘某一介草民，自认为自己远远达不到那个层次。佘兄说话够直接，我喜欢。既然佘兄如此直接，我再有所隐瞒也就没意思了。其实那日我确实是特意去寻佘兄的，为的就是能够结识你。佘启山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显然之前已经猜到了。不知佘兄可了解术士之类人？术士？你讲的是可以通过夜观星象推演八卦以及生辰八字进而算得命数的那类人？佘兄见多识广，和您这样的人沟通起来就是痛快。你是想说你就是？我这德行哪里有那本事？不过我师尊确实是那等人物，我师父的身份实在不方便透露，但就是他掐算出佘兄便是未来的国之栋梁。我下山之时，师父曾一再叮嘱，为了苍月国未来，定然要助你一臂之力。师父对不住啦，这个时候您就帮忙挡挡刀吧。佘启山听着这套说辞，玄之又玄，但瞅着眼前少年，眼神又格外诚恳，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判断真假。若是假的，他又图什么呢？图他穷得叮当响？看来佘兄还是不信，那我再说一事，请佘兄辨别真假。莫冬雪再下一剂猛药，你可是一直在研究减税之事？你怎么知道此事？难不成也是？莫冬雪微笑默认。佘启山心中巨震，他自幼在最底层长大，见过也听过太多百姓疾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他心中琢磨的那些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少年郎为何会知道？难不成他说的都是真的？莫冬雪自是知道此事，
因为后来的佘丞相上任之后便大刀阔斧实施为百姓减税之事，也正是因此佘启山在民间声望水涨船高。佘兄，百想不如一世，有些事情只有实现了才有价值。苍月国的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你应该给自己个机会，像收保护费的那种地痞。若是老百姓口袋里都富裕了，又有谁会去做那种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再往小了说，难道你不想让家中长辈早日得到更好的照顾吗？佘启山抿紧嘴，看来得以退为进了。我可不是冤大头，跑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就要硬塞给人家银子。既然佘兄还有顾虑，我也不好强人所难。莫冬雪站起身，在下话已至此，该说的都说了，师傅交代的任务也算完成，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与佘兄相见。说罢，小人就往外走，尽量把步伐迈得潇洒一些。等等，方才是佘某小肚鸡肠了，像我这样的人还配有什么顾虑？日后还请少侠多多照顾了。佘兄也莫要少侠的叫了，太见外了。若是不嫌弃，以后唤我莫兄弟即可。莫兄弟，小样，不枉费我费了这么多口舌，终于拿下。二人又说了会儿话，眼见天色不早了，莫冬雪便拱手告辞。望着小人越走越远的身影，佘启山久久不愿离去。隔街相望的地方，修长手指放下车帘。主子，要不要属下去查查方才那男人？先不说莫四小姐那副不伦不类的打扮是怎么回事，就她方才和那男子说说笑笑的场面，实在是扎眼得很。本王相信他。哦，邢英又等了半晌，再没听到第二句话，便提着胆子道：主子，那咱们还去怡红楼吗？怡红楼，文都城内最大的花楼。去。邢英答应了一声，驾驶马车继续前进。林英，属下在。查查那个男人的底细。遵命。嘿嘿，还以为主子能忍住呢。那个疯女人要折磨本公主到什么时候？凭什么她自己呼呼大睡，本公主就要干这些脏活累活？公主您休息休息吧，剩下这点活奴婢帮您干了。圆滚滚的大胖丫头手脚麻利地擦拭着桌子，您赶紧回房间休息去吧。你这个奴才叫翠儿是吧？你还不错，比你们那个倒霉主子不知强了多少倍。本公主记住你了，以后定然不会亏待你。奴婢谢谢公主，以后再有什么活您直接吩咐奴婢便是。小姐也真是的，年轻之玉叶的哪能做这种粗活啊？您都不知道我们做奴婢的私底下都怎么说她啊。翠儿话说半截，自觉失言，闭嘴继续干活。怎么不说了？继续说下去啊！公主恕罪，奴婢身为下人，哪里能随便说主子的不是？看来你们平时也没少受那疯女人恐吓，要不然也不能吓成这样。有本公主在这儿，你怕什么？有什么事儿，本公主都能替你担着。胖丫头先是鬼眉溜眼的往四周看了看，见没人，便凑到真月公主身边。那奴婢说了，公主可不能生气，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话是从奴婢嘴里说出去的，要不然奴婢